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中美之间当然对抗的非常严重，在关税这一题我们看到中国从10号开始，也就是今天开始对美国的部分农产品征收关税这个是一种报复性的关税。那川普其实某种程度呢，已经把中国大陆的关税升到20%了，可是北京并不屈服某种程度他没有得到北京的电话。我们看到华府的智库他就说习近平他不甘示弱，他不愿意屈膝所以你可以看到两边可能不断的在堆叠这个关税的一个战争的这个仇恨值那川普狂攻美国经济搓雷弹，因为川普对外这么的攻势凌厉，可是对内呢，国家内部的这个所有的选民以及民众是 OK 的吗？我们看到这篇报道是这样讲的：川普的黄金时代未至，有感通膨恐先到。美国首季的 GDP 最新的预测不乐观我们看到可能萎缩多达2.4%，所以未来的美国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是来自于史丹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学家尼可拉斯说的，关税、裁员、冻结支出有可能会来一波新的叫做川普衰退，而且他更指出，上一次导致美国经济陷入5年来的首次衰退是川普执政时期的末期，那个时候有 COVID 有 COVID， 那是这样子吗？美国未来这个经济可能吃紧吗？川普说别紧张，别害怕。总是有一段过渡期，现在有通膨，我们努力把财富带回美国，大家稍安勿躁那川普的商务部部长是这样讲的，他说全球关税终将下跌，美国的经济不会衰退。他说你们等着，从4月2号开始将会成为赢家，因为川普已经讲了，4月2号他的对等关税他会宣布大概对哪一个国家加多少关税他会宣布。马斯克当然在川普的政府里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是有一些民怨也冲向他。我们看到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纽奥尔良有一个这个狂欢节，这个是上个礼拜发生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车主开过去之后就被民众给打烂、给砸烂，显现有一些仇恨值在民间发酵，而全美也掀起了反特斯拉潮你看到一些经销商，像是纽约州的一些这个直营店你就可以看到呢，包括纽约市的经销商外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警察跟民众扭打成一团有6个人被逮捕。同一天，在奥勒冈州的经销商窗户也被人开枪。在7号，科罗拉多州同一天，经销商又遭人丢掷燃烧弹纵火。所以为什么都是针对特斯拉？为什么都是针对这个车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他其实就讲，他说这是阴谋，有人故意纵容的，或者有人故意鼓动的。他直接点名索罗斯、霍夫曼这2位富豪，以及 Act Blue 为幕后黑手。这个Act Blue 是什么？它是民主党的一个募款的平台他就说是你这个募款的平台去抖内给一些民间团体，让他们去到处打砸烧尤其是针对特斯拉。可是现在也没有实质的证据这个就是 Elon Musk 自己的说法那我们再来看看呢，去年有一些人投给川普，可是现在被解雇了，他们就很不开心因为来自于一些包括经济可能希望能够拉抬的人，可是在一些尊节的策略之下，他们被解雇了所以他们也上街头去做一些抗议所以川普其实面临的外跟内有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地方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呢现在说是悄悄的进入马斯克的企业英国媒体就来这个揭露有很多的投资超过7亿进去马斯克的各种的企业包括你看到 XAI 大脑晶片还有 Neuralink 还有 SpaceX 这个都是马斯克的一些旗下的一些企业集团。那华邮报道了一个独家的报道，说是祖克伯过去为了想要把脸书进去中国曾经打算雇人审查内容，要压制意见，因为它要符合中国市场嘛，所以它要做意见审查就是打压意见，然后以便可以进入中国，这是商人的计算吗？来，请教亮哥。这个中国大陆，我觉得它不可能对美国的贸易战示弱了。事实上，美国已经加2波10%了嘛。
所以你总的讲，目前中国对美的这个出口的关税已经34.5%了，因为本来平均关税就是14.5%，那加2次10%，而且它是通通加，它没有限项目啊。那中国大陆还是看起来就是无动于衷啊，而且在反制美国的农产品嘛。我不认为中国会让步了，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大概只有11%，所以就看你川普要怎么弄啊。反正我觉得科技战他也不会理会啦，反正你要不要交朋友嘛，随便你，有点这个味道，而且都讲得越来越刚啦，连那个驻美国大使谢峰都讲关税战、贸易战，不管什么战啊，我都奉陪到底。话讲到这里耶，然后我又看到后来又加码，战斗到底。战斗到底。不，因为那个美国的防长说，军事战斗谁怕谁啊？热战、冷战都不怕。对，结果他们就回战斗到底。所以坦白讲，双方都有点面子都上来，火气都上来了。所以短期大概，因为川普本来有个幕僚说什么100日内要访中嘛，对，目前已经50天了，看来是毫无迹象。所以川普可能先去忙俄乌战争，先去忙4月2号的对等关税再说吧，可能是这样了啊。那马斯克从承众矢之的，坦白讲，我一直劝他要穿防弹衣，已经2个多礼拜了啊，因为我是蛮尊敬他的啦，因为做世界首富还愿意来淌这个浑水啊，那对美国的浪费腐败来做这么大的一个作为啊。可是我认为连川普的内阁恐怕对他都开始不满，包括卢比奥跟他就吵起来了。那美国的交通部长也直接骂马斯克，说你那个飞航管制的人乱砍，导致我们飞安事件变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那结果川普和事佬，可是感觉川普开始谨慎起来了。川普说：“你不要都用砍刀啦，你要改用手术刀啊。”问题是马斯克就是不会手术刀嘛，直接用砍，他都用砍的嘛，大刀一挥，他对行政系统又没那么熟，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我认为可能因为川普，我那天看了那个联邦政府，最近川普上任40几天来，已经被干掉了16000多人了，很可怕，其实蛮多的，所以当然会引起很多的抱怨啊。那这里面我们还没有讲到最可怕的那一群呢，CIA 的，对 ，CIA 早退了也有2000个，所以我认为，坦白讲了，马斯克又不像川普跟 Jelly Fans 有密情局保护，可是他自己首富他应该有很多的保镖吧？不是啦，可是密情局还是比较专业啦。他现在连特斯拉股价都跌，然后有人去烧他的电站，一大堆人做反宣传，然后现在新链也在被骂，因为乌克兰栽他赃嘛。说你是不是把我们关掉，或者把新链的密码告诉俄罗斯，害我们都被攻击。对，其实这个没有证据啦，说实在啊。不过马斯克也是乱讲话啦，那个 ActBlue 根本就是一个平台，它并不是一个金主。可是他在怀疑啦，因为他是觉得这是一连串的。我知道啦，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就很麻烦啦，因为 Jelly Fans 那天带他3岁的女儿去滑雪，对，被人家围啊，是啊，对不对？那马斯克更是始作俑者，就是他直接砍人的，对。所以未来真的很难预测了，可能在公开场合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来，大中，我也非常同意哈。我觉得目前马斯克是承担所有的这个压力，就是川普要做很多的事情，尤其在内政方面，其实就是马斯克就是一个旗手，因为他是竞选工程哈。你看上一次他跟卢比欧在白宫这个吵架的画面，其实川普是拉旁边这个卢比欧的手，就是按捺一下。对，因为马斯克没有办法这样被压制的。因为马斯克现在又得到川普的尚方宝剑，基本上是挥哪里就砍哪里。虽然大家川普讲说要这个手术刀精准打击，但是马斯克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把大电锯拿出来啊，他要做的是又快又凶又猛，400个联邦机构要砍到99个，
包括这个平衡这个联邦的财政赤字都是。那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是用手术刀去完成呢？那个就要来不及，对，也太慢，完全不符合马斯克所要做的东西。对。那现在有个讲法就是说，看起来马斯克在川普2.0里面，至少现在是政治影响力是扶摇直上，但他对他自己的本业，比如说尤其是特斯拉，好像不见得那么妙，因为去年是特斯拉大概连续13年来第一次它的这个营收是小降1%。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数字，是去年是180万辆交车，那美国是下降，可是中国大陆的销量是往上走。都是非常接近，就是美跟中的这个比例非常接近，所以现在大家就在看2025年到现在3月，1和2月，其实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澳洲包括德国都是大幅的下降，这是一个小小的警讯。那第二是我还蛮同意刚才这个亮哥所说啦，我也觉得目前习近平的做法是第一个是非常审慎，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这个。其实他是有教训跟经验的，就是川普1.0。那第二个是看看川普目前对加拿大、墨西哥这种反复停起，一下说要开动，一下说暂缓1个月，一下说开动，一下说符合美墨加协定的又暂缓。所以这给这个可能给这个习近平阵营里面一个启发，就是你要有自己的定力。就是说，所以到目前为止，只要川普下手。2次10%，到现在34.5平均，那基本上是等比例，就是我大概可以回应给你们，其实这清单中国大都准备好了。那目前还有一个地方就比较难以判断是，川普1.0的时候，美中撕破脸花了15个月，但现在会不会更快，不得而知。因为所有从讲话方面、口径方面，中国大陆官员是不示弱的，意思是说，其实不是川普要面子跟里子而已，难道习近平不需要吗？你在做任何的大的一个折中的时候，你要想到说，那我可以在国内的民意里面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印象？我是因为川普举了大刀，我让步吗？这个绝对北京大概也很难吞得下去，因为北京自认为是至少我是个大国，可以分庭抗礼、平起平坐。那有点跟欧盟整体加在一起是一样，我们不是墨西哥。我们也不是个在旁边的中等强权加拿大，我们更不是巴拿马，我们也不是丹麦，我们是美中啊，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值得再看一看的这个事情。没错，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川普这创造出一个混乱。我今天才跟在美国的朋友在讲到这个川普这么混乱，他说这就是他要的啊，他说他就是混乱当中，他跟他的好朋友才能够获利嘛。才能够这个造成，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而且你看他跟他的官员，我觉得你们这个财经官员怎么也跟川普一样随口乱讲话就是包括说，这个关税最终会降，对，100年以后也会降什么时候会降？你不能这样子，你是不是马上你到底大家都觉得这个关税是有问题，包括会不会制造我们说复制1930年的一个关税。结果造成经济大恐慌没办法来处理。包括你川普讲的这些数据，常常都是都不懂的，但是好像川普的支持者非常的包容有点像我们某个政党的那个支持者一样对政党的犯的错都可以包容。那但是川普今天讲的这个，他现在也大概注意到了，你看他讲，他说经济是不是会衰退，他还会有一段过渡期他一开头不是这么讲的一开头觉得我一上来马上就是这个形势大好，所以就表示川普其实是知道你这些政策是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为了讨好他的支持选民，然后做出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关税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他认为说好像这些包括其他的国家最终都会做一些让步，然后最终会让这个会结束。我认为不至于包括你看他们讲，他说到时候美国产品会变得更便宜然后美国会成为赢家。1个月，我们现在不到1个月就可以看到，对不起，今天你收其他国家关税，美国的产品搞不好还比那些还贵，当然对不对？所以你怎么会是赢家？我这样子好了，我这样子讲，过去我在日本那个时候被美国要求，就是说要买美国的米那日本人说我们不吃不惯你们的那种长米，我们吃我们的黏的米那日本人就说他们也很爱国，不想吃美国米但是如果那个价格是2倍，他们可以忍受
如果到了进口美国的米是日本的1/5的价格，那他为什么还要吃日本米？我虽然很爱日本，但是我也要顾我的荷包。度又是7倍，对7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你要顾你的荷包嘛。那美国人也是一样啊。我最记得有一个广告，以前一个电影里头，他讲了，有一个人去订货，要买一个 American Eagle 啊，美国制的这个老鹰，这代表美国嘛。对。结果他在网络上面订货。结果一看，他说怎么会是 Made in China 啊？他说25块啊。然后后来他说为什么没有美国？他说我们有100块。那还是25块。那还是25块的好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今天你的工资就是那么高，对，那你当然我觉得作为有钱人无所谓，可是一般的老百姓，当然川普是有钱人，对，他可能可以不用到中国东西。一般老百姓就是因为靠着中国的民生用品，他们的生活看起来还可以。没错，没错。川普现在可能比较伤脑筋哦。今天有个新闻，沃尔玛要求中国的出口商，要吃下那个关税。中国会愿意吗？中国出口商没有同意。对呀，跟沃尔玛在那边拉锯。那这样以后如果说中国的商品不去沃尔玛，那不是不知道美国的消费者就对这个未来大家可能还要再观察观察哦，因为那个是很细微的一些民生的细节。不过我们来看看川普他对乌克兰战争的处理方式哦，他真的很敢哦。我们来看他在一直骂这个泽伦斯基不懂感恩。好，他说他拿走美元像抢糖果一样，然后呢直接说啊，你这个矿产协议上次签不成，你现在要答应签，可是我们还有但书哦，又增加2个条件，说是你哦要割地，然后还要办大选。那办大选的意思不是就把泽伦斯基给拿下来吗？把他给卸下总统职务吗？哦，所以我说川普真的有够狠。那另外泽伦斯基人现在在沙烏地阿拉伯，他是参与和平会谈哦。那隔天会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包括卢比欧在内的一个停战谈判哦，那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部长级的会谈。那泽连斯基说他不会参加哦，他不会参加，也不会见美国的代表团。川普就预告了哦，这个礼拜会有大事，什么大事？关于美乌的会谈，而且他说哦，我跟泽伦斯基啊，我跟你基辅啊有共享情报。那个时候不是说切断他的情报吗？他说现在缓和了，现在缓和了，我们差不多已经做到了哦。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呢，在战场上还在打，尤其乌克兰的军人现在的危机哦，处境非常的险峻。我们看到这条新闻。是有亲俄的战争博主说，俄军的特种部队利用一条天然气的管道，然后潜进这个库尔斯克的乌军。大家知道这个库斯克的这个乌军，他们是好不容易攻进去俄罗斯的土地，结果现在已经被围困了。据说有1万多人在那里的乌军啊，现在被俄军给围困。那俄军是利用天然气的管道去直接偷袭这个库斯克的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双方在州内的小镇爆发了激战。我们必须说这一些乌克兰的军人很勇敢啦，可是他们现在看起来也是有点孤立无援。那美国跟欧盟跟欧洲国家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也岌岌可危。马斯克就说我退出北约啦，支持你美国退出北约啦，我为什么要一直为你欧洲的防务买单呢？没意义啊，又花钱啊。还有新链这件事情，波兰就说你这个马斯克把这个乌克兰的新链给切断。那卢比欧说没有啊，没有人威胁要切断乌克兰的新链啊，你泽伦斯基要知道感恩啊，如果没有新链，你乌克兰早就玩完了，怎么会撑到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通讯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没有通讯就好像瞎了眼一样，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我们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现在欧洲通讯卫星组织的执行长证实，正在跟欧盟商谈在乌克兰取代这个新链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说美国这么的反复无常，那干脆由他们自己来经营那部署了数千个终端但没有连到网路，现在都还在建制当中，能不能够取代这个Starlink， 现在不知道。那川普又加码说，我要把 F-16在乌克兰那时候不是训练了一批这个飞行员吗？我要切断你的电战系统。那德国跟加拿大听到很害怕说那干脆我这个 F-35的订单我都退掉好了，万一你今天川普又反悔，又要切断这个切断那儿，
怎么办呢？哦，所以那些已经订购美国 F-35啊、导弹啊，还有海马斯的国家也开始在想哦，甚至欧洲各国也想要抛弃美国波音订单的呼声，已经有讨论的声浪了哦。那智库就说，过去欧洲啊5年它的武器进口度翻倍。大概超过60%都来自于美国，这也合理，因为美国其实是武器大国嘛。那欧洲在国防军事上一直依赖美国。那现在想要抽美国如果抽腿或切断美国这个军武的来源，可以很快的填补吗？看起来也是一个大问号哦。那美国也通知盟友说，2025年之后停止参与欧洲军事演习，很多各式各样的放话。如果美方计划生效的话，瑞典和其他北约国家将不得不在没有美国参与或者是仅有小规模美军参与的情况下规划演习。大白话讲，未来欧洲要自立自强了，在军武方面。来，先请教亮哥。这个川普等于是矿产协定确定后，那找到一个理由要去跟俄罗斯见面嘛，那当然就要先听乌克兰的方案啊，所以等于是。你要把你的方案丢出来了。那川普显然是认为克里米亚就不谈了啦，你那4个邦你要割地啊。我觉得泽连斯基就是不要表态，因为你做什么事你都会被骂啦，所以他就耗着要等欧洲来救他。那这个你如果再把美国拖着我看川普会更生气，又加条件。就加条件就是你给我改选啊。对。可是问题就是说，目前那个乌克兰以前那个武装部队的指挥官扎鲁什尼，他现在在英国当大使，他参选的意愿没有那么强。那如果现在浮上台面的，比如说那个糖果大王 Poroshenko， 还有基辅的市长，就那个健美的这2个人都没有那么强。说实在所以我觉得美国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俄罗斯真的也蛮凶狠的啦，就是趁着你那个军援的空档，他就猛打进来了。而且目前库尔斯克眼看就要被包饺子了，这地方可能会死蛮多人。那他事实上昨天他打就死了22个人。我认为未来还会更多。那欧洲就是吹牛大王啦。我跟你讲，欧洲的卫星组织跟星链怎么比嘛？叉比鸡腿，你知道吧？实力差这么多我跟你讲，不是因为马斯克那个星链，他是一直在做。他现在在空中至少超过5000个卫星，低轨卫星。他的目标是12000个。现在不知道可能到6、7千了啦。欧洲才几个啊，而且非常的散。你没有办法聚焦说乌克兰某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还有第2个是联网。因为星链还可以联网，你欧洲卫星没有能力啊，你没有办法连到互联网所以而且星链在全世界有几百万个用户，那有一些情报是可以汇聚的。这个欧洲卫星也没有这个能力啦。我跟你讲，欧洲就是吹牛大王你只要看到马克龙出来，你就知道一定是吹牛的。天哪！基本上实现的几率是0啊。这么惨。我觉得非常没有办法取代美国了。我这样戴高乐之后，欧洲就一直说要成立国防军啊，请问多少年了？已经50年了啦，超过了。欧洲的国防军在哪里？我后来去查欧洲各国在川普施压之前的那个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例啦，法国只有1.2%，德国只有1%，你这个太没有诚意了吧？意大利1%，西班牙1%，加拿大1%。你现在你这个说要跟美国比，美国是一直3到3.5%这样的国防预算你去想想多少年了？那泽连斯基还要期待欧洲吗？这个可能也没有办法期待了吧。不是啦，因为他没有别的靠山嘛，不然怎么办呢？OK，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川普真的是步步紧逼对乌克兰。他说：“你不知感恩，
下一步他要怎么做？来请教大中老师。对，因为前一阵子应该都是川普在敲打乌克兰泽连斯基哈，就是其实川普的态势就是说哈，你的利益我来代表乌克兰在谈判桌上，虽然你可以上，但是我来代表你的利益，所以我要先跟你搞定一些事情。那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是，不管是矿产协议或是其他，基本上经过上次大吵架之后，我觉得泽连斯基表面上是服软了，而且用字遣词就非常非常谨慎跟小心。那现在其实川普在玩一个任务，其实不容易，因为他最新的消息，他也在骂这个俄罗斯哦。他的讲法是说，因为主要是因为这几天俄罗斯发动大攻击，对，包括对基础建设的这个攻击，还有包括刚刚讲库斯克的乌克兰军队是面临到很大的危机，因为他被一分为二，很危险，有可能被围而歼之，所以这一点其实有可能会影响到战场的平衡。那因为其实当川普在压制乌克兰的时候，其实有个小风险，这风险就是这个俄罗斯趁机。那既然你说要断军备，要停止这个军事情报分享，那在战场上，俄罗斯可以趁这个机会，尽可能在真正上谈判桌有实质有效谈判之前，更大程度的攻城略地，或是把这库斯克的这个过去被拿掉的东西再拿回来。所以川普现在玩的地方是他两面都要维持一个平衡，刚好可以上谈判桌，有一点像是前一阵子是乌克兰把它立起来，那现在是俄罗斯这边又倒掉，他让两个这个都能够在这桌上立起来的状况之下，才能够让川普达到这谈判的目的。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一定是三部曲，先停火，然后和平条约、和平协定，第三步最难的地方可能才叫做重建。那目前来说，大家都说欧洲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在川普的这个想法里面，的确有你的一席之地，但你的一席之地可能就是比如说维持和平，还有后来的战后重建。但现在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其实因为这个普丁也不是吃素的，普丁的讲法是说，北约不用想，即便是欧洲的各国组成自愿性联盟去维和也不用想。他说的是中立国家在暗示，谁是中立国家？不外乎印度啦、中国大陆这样国家。但这一点欧洲是不放心啦。对，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乌克兰未来会怎么办？我们来问问看严老师怎么看。我想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的冲突啊，从一开头2月开始打，大概4月份就已经有和平协议的提出来，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双方都是会各自想说，如果我今天答应了一个协议，会不会我本来可以在战场上面有更好的表现啊？那反而损失掉东西，因为大部分的和平协议就是说，第一个说回到战争之前状态。那对这个乌克兰来讲，他们搞不好还希望把2014年丢掉的克里米亚也拿回来，所以他那个回到战争之前是回到2014年。那普丁当然不肯嘛，而且普丁觉得说，我乌东的至少这两个省啊，顿巴斯这2个省，我一定要把它维持住，因为他们是亲俄的，他们已经宣布而且也不在乌克兰的控制之内。但乌克兰不可能丢掉土地，那普丁当初可能就只要那2个哦，那你如果乌克兰答应了，搞不好就认赔杀出了。结果普丁后来又多拿了一些，那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我们讲说和平协议的签订，就是说以当时打仗结束那一个不是结束，目前所各自占有的土地为准。那各自占有的土地，那现在普丁当然这乌东4省也没有完全占领，但是如果乌克兰现在不签，搞不好会失掉更多。所以这个就是乌克兰我觉得是误判形势，因为他之前不签的原因是觉得美国挺得很好啊，欧洲也挺得很凶，所以他可以这样子有底气，而且没事还有点反攻的好像这个迹象，结果错失了这个机会之后，现在看起来就很麻烦。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最近有一个很夯的话题，那就是中国打过来有帮助，有什么帮助？对，斗内有帮助。此话是从沈伯洋的口中讲出来的，爆料的人叫做侯汉廷。侯汉廷说，在2022年有一场会议哦，就是黑熊学院的内部会议，他揭露了当时开会的情景，请大家来听听看。所以那时候当然大家就不要讲出去，但是当时资助我们蛮重要的就是 AIT，就是他给了我们一笔经费，让我们可以进去办基础，然后他们也来看一下，需要修正啊什么等等之类的。所以而且就是会到我个人账户，那我再全部提出来。好，大家听到这一段录音档是从2022年某一场会议9月16号哦，黑熊学院的11名人员召开的实体会议里头，那当然是有人录下来，然后交给这个侯汉廷，侯汉廷就把它给揭露出来。那沈伯洋也没有否认哦，说对啊，怎么了吗？这是我们开会啊，我们在募款呐。可是侯汉廷就说啊，黑熊学院算哪门子的研究补助 ？AIT 的钱还直接进入个人的账户，呼吁沈伯洋好好交代金流的明细。钱从 AIT 来，可是你流去哪里了？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做什么样的研究？沈伯洋说，那是他担任学者的时候哦，那时候他还没有从事政治工作，他申请过各国的研究补助，这很正常啊，这怎么了吗？哦，过去他在国际上发光发热哦，这不是应该做的事吗？我需要有人抖内我啊，我要把这件事情推向国际呀。可是哦，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一句就是引发争议。中国射飞弹对提升台湾民防意识有帮助，所以他在那个会议才说对我们有帮助，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有一个飞弹的威吓，大家有危机意识，所以斗内的钱就开始进来了。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在贩卖恐惧？质疑点是在这里哦。那可是沈伯洋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民防意识啊，这是民防意识啊，是不是承认贩卖恐惧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专家不断的提醒说，台湾面对中国的侵扰，所以呢，预算编列啊，实在太少需要再增加、再增加。而我们看到川普因为台积电的事情呢，不断变成他对美国内部的大内宣。1个礼拜过去了，他还在沾沾自喜。在空军1号，我们听听看他怎么讲的。他讲了一大堆的话他说世界最大的晶片公司啊，全球最强的晶片公司来自台湾，他将投资2000亿美元。首先这个数字就觉得怪怪的，单就这一公司就提供35%到40%的晶片市场，把产业带回来Mega 我们成功了。可是观众朋友，台积电这一次加码的是1000亿美元，这是魏哲家董事长说的。如果再加上上一次拜登任内台积电的650亿，算1650亿还是说得过去。可是怎么搞的？拜登一下子说2000亿，是另外又增加了投资吗？还是说拜登随便乱讲？川普随便。对不起，川普随便乱讲，因为川普常常好像就是这个数字，不止台积电啊，可能不止台积电，还有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之类的。对，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好，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川普说台积电魏哲家是美国政府给世界的讯息，美国制造没有关税，他等于是把魏哲家当做一个示范。他说：“你看，台积电来喽，没有关税，Made in USA 跟全世界这样讲。”可是来看看杨应超怎么说。杨应超讲了一个大白话、大实话。他说台积电去美国才不是因为关税嘞，台积电是独门生意，别人没有在做的，所以像是辉达啊、苹果啊这些必须跟台积电买货。如果有其他厂商能够跟台积电一样做一模一样的晶片，你提高关税才会产生影响嘛。那现在它是独家嘛，独家就是你只能跟我买嘛。那关税对台积电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倒霉的是散户通货膨胀。台积电如果设厂在美国，成本大幅增加，成本比关税还要多，所以关税不是重要因素，可能是骗外行的。这是来自于这个华尔街首席外资分析师杨应超的说法。关于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讨论。可是呢，现在必须讲这个股市股民可能要先安抚。我们来看看今天台积电早盘以1005元平盘开出，一度下滑到992，失守了1000元关卡。
一度啊，最后一盘爆出了6206张成交量哦，然后就拉升了一点点股价，最后是以998元收盘，下跌了7元哦。那我们看看最近这几天，过去几个交易日哦，据说8大官股行库联手拥护，近5个交易日敲进超过10000张的台积电股票，要力保守在1000元的地位不坠啊！今天已经跌破了1000元，到底怎么跟川普来打交道？墨西哥总统某种程度示范了给大家看，那就是手中有筹码，并且保持对话，因为他成功让川普连续2次暂缓实施关税哦，所以筹码很重要，保持对话很重要。我们台湾有没有筹码？有没有跟川普政府保持对话哦，我都打一个问号。另外，我们看看加拿大哦，因为他们的总理要换人了。这一位总理过去曾经做过加拿大的前中央银行总裁哦，他叫做马克卡尼哦，他是对美的鹰派，虽然是政治素人，可是他强调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一州哦，也说加拿大会赢得贸易战，大家要对川普硬一点哦。所以你看到白宫经济顾问说，对加拿大关税可能会再延哦。你跟他讨价还价，你对他硬起来是有用的某种程度。来请教亮哥。我那个 AIT 是有公共外交部门，那它通常是提供学者到美国去做研究啦。这个就好像以前那个美国新闻总署也有提供，比如说 Fulbright 的学者奖学金嘛，那不是让人家搞黑熊学院的啦。以前没听说过，没有啦。你说 AIT 补助一个台湾的民间团体，我坦白讲，我真的没听过。学术交流有了哦，而且它也是公开的，它有一个单位叫 PDS 嘛，叫 Public Diplomacy Service， 这是真的啊。可是如果是沈伯洋的学者期间的个人美国交流活动，那没问题。问题是你是在黑熊那边演讲啊，他那个演讲就是我不知道侯汉廷怎么拿到那个录音带，他是在对黑熊的11个我在讲话嘛，那他姨父又说，哎呀，这个 AIT 的钱好像也是黑熊的，然后后续就说，黄文菊其实我也认识，黄文菊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台派，那支持台独嘛，那黄文菊就说，哎，我也要支持你们的活动啊，重点不是这一些，第一个就是 AIT 怎么会给黑熊学院钱呢？因为一般是给学术交流啊。那第二个是他讲的那句话了，飞弹打来才好哦，我们募款更容易。那你平常做认知作战，就是希望台湾有更多恐慌，就方便你赚抗中保台的钱，是不是？坦白讲，这个是道德问题啦。这个台湾有很多独派啊，可是独派不一定像你这样在搞钱啊，而且跟沈伯洋有关系的单位，在他当立委之后，还不断的申请补助。坦白讲，我还没有见过台独这么爱钱的，就你啊，就你沈伯洋啊，没有假借你的关系吗？不然怎么那么多单位都在跟政府申请补助啊？都是你待过的单位。然后，台湾民主研究室也跟索罗斯基金会申请钱，4400万台币。我在台湾，我认识的独派少说也有1000个。我在民进党30年呢，我认识那么多的独派，从来没碰过一个人专门打着抗中保台在赚钱的嘛，就是你沈伯洋嘛。这侯汉廷开记者会完全合理啊，你这种根本道德有瑕疵嘛，一天到晚在赚钱嘛。然后赖清德还要把你当作不分区第1名，这才鬼怪嘞！我根本就怀疑是美国推荐的，不然你凭什么当外交国防委员会主委啊？招委，对不对？你才当第1年呢，才当第1年就当外交国防委员会这么重要委员会的招委，而且柯建铭还生气，什么资历也没有，对不对？陈冠廷人家好歹还在国安会待过啊，他在国安会上过班啊，我也认识陈冠廷跟陈明文啊，你什么都没有，
而且他的本科是学犯罪刑法，对，犯罪刑法，你也不是考国安的、啊，你凭什么当外交国安委员会主召委啊？根本就认定你是美国代理人嘛，不然怎么都是你在拿钱呢？这一点不止沈伯洋要说清楚啊，赖清德也要说清楚啊。沈伯洋凭什么当民进党不分区的男生第1名？凭什么？沈伯洋凭什么呢？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委，凭什么？自我堕落嘛。民进党会有今天这种地位吗？自甘堕落嘛。有这么多的人可以来争取男生的不分区，沈伯洋凭什么当第1名？你还不说清楚啊？还认为台湾被飞弹攻击方便他募款呢、就是有这种人呢、啊。我跟你讲，这个跟大陆的民运人士一样，大陆民运人士也有很多是玩真的，有一些人是假借人权募款，这大家都知道，对啊，对不对？沈伯洋就是这种货色啦。民进党还在沾沾自喜，真是自甘堕落啊！所以民进党是被骗了，还是真的像亮哥这么生气讲？我不知道，自甘堕落，他可能受到压力啊。受到可能美国的压力。赖清德对了台积电也不好讲话啊。他可能是有压力啊，谁知道？的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沈伯洋其实在2022年之前，很少人知道这个人是谁。突然在2017年从美国回来之后，没几年当红炸子鸡，而且他对于拿到 AIT 的钱来发展黑熊学院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啊，这个有什么好怀疑的？他的态度也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来请教大中老师。通常我们学界接受比如说申请一些个人的访问研究，这样的经费是很正常的，不管是欧洲啦、日本啦，或是像美国啦，刚像所提到，比如说富尔布莱特等等，那都是还蛮常见的。那以这样机构的补助，真的是比较非常非常罕见。所以这后面到底什么原因，可能也应该要进一步的去理解啦。那我回到刚才这个这个看板上所提到的那个左下角因为现在当然每位学者专家都可以有他的一些看法对台湾因为老实说这1-2年其实当美国提到台湾，其实跟川普非常像，但只提2个，一个是半导体，一个是国防，第3个可能是社会韧性。那这位保守开智库他的所提的这些论点当然可以做参考，但他有2个重点跟台湾目前的看法可能不尽相同。第一个是他认为台湾把太多的经费花在可能是比如说节能减碳这个碳中和，而应该跟川普的政策比较像才对，应该把这些钱省下来，大力的发展经济，这是他第一个讲法。第二个他讲的国防经费我会比较好奇，因为他说这个怎么会这么的低？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国防预算在这些年是不断的成长怎么会什么比2018年还低或如何？不可能，这应该不会是事实可能是资讯有问题。第3个他举的例子是说美国的国防预算占 GDP 的 3.4、3.5，波兰超过4，爱沙尼亚 3.4， 他说为什么台湾这么的低？但是我们如果去看目前的美国最重要的北约盟国，其实北约盟国里面大概还有1/4的国家到不到2%，包括跟美国非常亲近的，现在当然开始在吵架的加拿大，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还包括意大利，还包括荷兰、比利时，还包括斯洛伐尼亚，这些国家是连2%都不到，而且是连续美国已经敲打超过10年。所以这方面真的是看用什么角度去看。其实国防预算我们知道 GDP 的0.1%，它的基础都非常大，所以要从现在的2.45升到3，已经是不小的压力，要慢慢去调试才行。更不用说5%或10%，因为假设到10%，那大概是每100块中央政府总预算可能有80几块要投到国防预算跟国防投资。以当今全世界而言，大概基本上很难找到这样的国家，因为国防当然非常重要国家安全，但是政府的饼是一块我们还要讲说要刺激经济要做社会福利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公共投资、公共建设所以这是一个观点。那最后就是这个从这个川普的讲法可以知道说即便是先不管台积电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而去美国做这么扩大的投资，
但是对川普而言，他基本上达标了。他这2天已经改口嘛，就是改口说啊，这个1000亿啊，基本上认为已经 OK， 所以代表短期之内这方面的议题大概压力会比较小。但是他主要的一个诉求的对象是美国的老百姓。所以3月2号预告，3月3号在白宫联合记者会，3月5号国会演说，提到1.8兆到2兆的美金里面，台积电这1000万，这1000亿美金其实是性价比最高，对，是像桂冠上那颗宝石一样这么的重要，所以变成它的一个大大的政绩。对，来请教严老师。第一个我必须要对沈博阳要做出一个反驳啊，没有说什么作为一名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在团队国际上发光发热，对不起，你这个研究不是学术研究。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民间团体，我不反对民间团体申请国外，但我自己做非洲研究，我就知道非洲因为大部分的公民团体，他们这个非政府组织是不成熟的，大概要在民间，那个非洲已经经济不是很好，要在民间去募款，自己绝对不可能自给自足。那政府呢又觉得说你们都不是亲政府的，也不会给钱，全部都是西方国家在养。这个，那我们今天台湾应该是一个蛮成熟的民主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也很好，怎么我们的公民团体也被国际社会来养？我觉得这个不对而且这绝对不算是学术研究。你今天要申请这个台湾的访问韧性计划，你用你中兴大学，你在那边任职，你用这个台北大学，你用这个来申请，我就不反对。但你今天换成这个，我觉得就是真的是shame on you， 我必须这么讲那下面就是讲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我们今天看到美国这2个邻居，就是当大家都在对川普就说看破川普手脚，就是你不能跟着他的喊着走，你必须要有点强硬的态度，然后川普才会软化。只有台湾一个就觉得说川普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难怪川普我们就是那句成语嘛，说欲生惜祸，真的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希望像这个永远无法满足。你看我们看到说答应3%了，后面就来一个5%或10%了，那什么时候才会满足？到最后川普政府或者他的一些幕僚就说台湾好像并没有做到我们希望的5%，你不是现在说3%吗？结果我们做到3%，到最后他说这个台湾没有这个完成对美国的承诺，应该有5%，发生了台海冲突，结果川普美国也不会来支持台湾，他觉得说你又远又不肯自己负责国防，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真的不能再跟川普这样子，好像给他予取予求，应该真的是要有一点 guts 我觉得我还是再强调一次，我学到的这个生物学里头，无脊椎动物是比较落后的，脊椎动物是比较有进化的。我希望我们不要再做无脊椎动物，我们做一个脊椎动物好吗？是。我们看到这个老师其实讲的某种程度是比较隐晦可是也希望我们的总统可以硬起来可以硬起来，站起来，硬起来，大声的说出我们自己的需求跟我们自己的决定